Sasmita wengi Aku krunggu bisikan tanpa suara。 大家好，我是印尼闲人。闲人又发新影片了，大家是不是很高兴？明天又是每年8月17日的印尼独立纪念日。据网络上的传说，今年的独立纪念日期间，连警察都会放假7天，所以闲人和一个罗马更是当仁不让。今天上午就已经早早地回到了印尼农村的老家。闲人和一个罗马结婚之后，考虑到住在城里生活会比较便利的因素，所以闲人和一个罗马大多数时间都是住在城里。如果说要回去农村老家小住几天的话，闲人和一个罗马一般也都会带着从城里采购的物资一起回去，此次也是不例外。在一个罗马家所在的村子里面，想要买到闲人心仪的食物或者食材，还是大有难度。Not all voices need sound to be heard. Sasmita wengi Jupuk aku mlepuing misteri。 此次闲人和一个罗马在印尼老家的第一顿饭，是一个罗马的妈妈烹饪的咖喱鸡、咖喱鱼和米饭。这是一个罗马家的家常菜，食材也是来自于自家。鸡是一个罗马的哥哥养的斗鸡，他哥哥常年在外做海员，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所以我们会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杀掉他的斗鸡，用来做菜吃，希望他不要看到这集影片。而鱼是一个罗马的爸爸养殖在水稻田里面的鲤鱼，水果则是自家树上摘下来的香蕉和沙窝。闲人最喜欢的水果便是沙窝。Sasmita wengi ora nate musna Because darkness always leaves traces of light。 Langit ora duwe sanggangan menutupi wancine。 一个罗马家所在的村子里面，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是水稻，很少会有农民种植蔬菜。一个罗马的爸爸也不是太了解怎样培植蔬菜，所以村民们如果想要吃蔬菜的话，就必须向骑着摩托车进村的菜贩们购买。这在爪哇的农村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有些村子只种水稻，有些村子善于种植各类蔬菜，有些村子则都是果农或者花农。大家只是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那一个罗马家所在的村子里面，农民们的主要收入便是水稻收割后售卖稻米的所得。在印尼的爪哇，由于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火山灰土地，水稻一般1年可以收获2次。但是印尼的农药和化肥都很贵，稻米商贩们
来村子里面采购稻米的价格又很低廉，因此即使是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们的收入也是相当的微薄。这种现象在整个爪哇都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导致了近几年有很多农民想要售卖自己的土地，而购买农民土地的买家主要是一些房屋开发商和工厂的建造者。印尼爪哇的人口相当的稠密，即便是在农村，大多数人也都是把房屋建造在拥挤而有限的空间里。伊戈罗马家是个例外，拥有一个占地500平米的大房子，而这个村子里面的大多数其他房子，它们的占地面积都不到100平米，和爪哇拥挤的城区社区几乎无异。根据爪哇的习俗，村子里的年轻人结婚之后，一般都会和女方的父母一起居住在女方的家里。而现今年轻村民的择业选择也比他们的上一代要多一些。除了辛苦而收入微薄的农民之外，很多男性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成为建造房屋和制作门窗的工匠，而他们的太太们可能会在村子里开设一些小小的食品店和饮料店等等，来赚取一些补贴家用的外快。近2年网络购物的兴起，也在爪哇农村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中低受教育程度的年轻人很乐意从事快递员、网络商店管理员等职业。现在伊戈拉玛带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村庄的村公所，算是印尼政府最低阶的行政机构。平均来讲，印尼东部爪哇的每个村庄里面都可能居住着1500个左右的家庭。村长是整个村子最高的行政长官，拥有管理使用政府预算的权利。村长是由全体村民选举而产生，因为关系到一些利益的存在，村一级的选举竞争相当的激烈，也不乏出现一些舞弊和暴力。村公所里面工作的政府雇员，除了村长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婚姻登记、公共卫生、道路建设等职能的上级乡政府派驻人员。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印尼村一级的公共医疗服务人员。常年生活在印尼爪哇农村的印尼人，一般都会购买政府所提供的健保服务，在印尼叫做 BPJS。 伊戈罗玛购买的是最低级别的 BPJS， 每个月需要缴纳$8左右的费用，但是可以保障包括携人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公共医疗费用。一旦有人生病，如果不是急诊，那首先需要来到村里的公共诊所进行问诊，诊所的护士会根据判断来安排病人前往哪家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是急诊的话，村里会有救护车直接送病人前往有条件救治的医院。伊戈罗玛的姨妈在村公所旁边开了一家小餐厅，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餐厅非常的简陋，
提供的餐食和饮料也很简单，一般都是一些印尼爪哇的家常菜，没有菜单，今天做什么菜，客人就吃什么菜，人均消费在$1左右。来光顾这家餐厅的客人，大多数都是本村村公所和周边各村村公所的一些上了年纪的政府雇员。因为这间餐厅不提供 WiFi 网络的关系，所以很难吸引到年轻一代的客人。而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去哪里消费呢？仙人带大家去看一下。We become what we must to keep surviving. 闲人面前这种小店，就是印尼爪哇农村的年轻人所喜欢的餐饮兼社交场所。印尼语称之为 warung。warung 主要有 warung tegal 和 warung kopi 两种。前者是以售卖饭食为主，后者主要售卖咖啡饮料和零食。后者往往在店内设有电视和 WiFi 网络，所以很多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在闲暇之余到瓦东 Kopi 来坐一坐。今天是印尼独立纪念日期间的假期，也是周日，所以学校放假。闲人在瓦东 Kopi 门口遇到一群放风筝的孩子。天色将暗，闲人和一个罗马即将出发前往村子里最吸引闲人的一个地方。那闲人今天的这集影片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接下来最后的5分多钟的影片里面，只是记录一个罗马家所在村庄里面的最美丽的一个地方的落日时分的风景。关于印尼爪哇农村的宗教、购物、教育和交通等问题，闲人留到后面的影片中再和大家分享。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闲人频道的关注和支持，再见。Even when it doesn't reply, langit tanpa sandangwan.
dadi panggonan kanggo jiwa. Even the void holds meaning if you choose to see. Sasmita wengi aku krungumu bisikan tanpa suara. The night whispers things that day dares not say. Lelambangan lintang ukir cita tanpa tinta. Aku ngadeg ing rembulan nang rungokake sunyi. Kadang aku krungu jenengku nanging ora sakawong. Silence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ever could. Apa iki wayu utawa mung pikiranku dewe? Apa aku kudu percaya marang suara sing ora kasat mata? Not all voices need sound to be heard. Sasmita wengi jupuk aku mlebu ing misteri. Saben dalan ing peteng duwe pituduh, nanging mung sing wani kang bisa